我们在这个周日早上，首先关注伊朗战争的突发新闻，以及川普总统对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施加的经济压力。由于美国持续的封锁，这个残暴的政权每天因石油销售损失高达4亿美元，因为伊朗拒绝了川普总统放弃核武器计划的要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这场名为“经济怒火行动”的运动已经扰乱了伊朗数百亿美元的收入，目标是其石油销售和加密货币。他稍后将加入我们。随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转向经济扼杀战，美国在海峡的封锁实际上每天阻止了高达200万桶石油的出口，这相当于每月高达130亿美元，迫使伊朗囤积石油而不是出售。但储油罐正在装满。以下是总统就此次封锁对我说的话。实际上，这相当令人惊讶。我以为会发生这样的事。我觉得他们对此的反应，甚至比我们之前彻底击败他们时的反应还要强烈。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我的意思是，你看，重要的只是最终结果，而我们做得非常好。我们从委内瑞拉开始，我们向所有人展示了我们有多厉害。我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重建并建立了军队，我不知道我会用它这么多，但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根本没有争议。而且想想看，他们没有海军，他们没有空军，一切都被摧毁了，他们没有防空设备，他们没有雷达，他们没有领导人，他们现在有的领导人是一个新政权，好吗？说实话，我们觉得他们相当理智，相比之下相当理智。这确实是一个新政权，我认为我们做得非常好，但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是最终结果，也许很快就会发生，谁知道呢？现在，美国正在将施压升级为全面的金融扼杀，目标是伊朗所有的金融命脉，包括船只、银行，并冻结了3亿44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伊朗日常用品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翻了一番，而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现在需要180万里亚尔才能兑换1美元。现在在周日早间期货的独家节目中，加入我们的是第79任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部长先生，很高兴今天早上见到您，非常感谢您的到来。玛利亚，很高兴能和您在一起。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在伊朗实施的经济遏制措施的最新进展吗？您是否仍在考虑对伊朗或与伊朗做生意的实体实施制裁或次级制裁？是的，玛利亚，只是想提醒您和您的观众，这始于去年3月川普总统关于极限施压的命令。3周前，总统向财政部，也就是我本人，下达了启动经济怒火的命令。您可以这样理解，过去12个月我们一直在跑马拉松，而现在我们正在冲刺终点线。我可以告诉您，我们正在扼杀这个政权，他们已经无法支付士兵的薪水。这是一场真正的经济封锁，政府各部门都在全力以赴。这是我们伟大的海军正在执行的封锁，没有船只能够通过。我们还加大了对任何试图向伊朗汇款以帮助伊朗革命卫队的人的压力。要知道，他们是一个腐败的机构，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窃取伊朗人民的财富，他们有海外资金，我们已经追踪到了这些资金，我们将继续追踪，并且我们将在冲突结束后为伊朗人民保留这些资产。我想伊朗攻击他的海湾朋友并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再加上欧佩克的压力，导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退出了欧佩克，这会带来什么影响？玛利亚，这有2方面的影响。正如您所说，他们采取军事行动轰炸他们的海湾邻国时，确实是严重误判了。作为回应，这些海湾邻国，我可以说，他们之前在允许伊朗革命卫队和伊朗政权的资金进入他们的银行系统方面是有些放任的，但现在他们非常配合，主动向我们提供了详细信息，并允许我们冻结这些资产。
所以你知道，伊朗革命卫队多年来、几十年来，甚至47年来窃取的资产，很快就会被冻结，付诸东流。阿联酋已经决定欧佩克不适合他们了。大多数垄断最终都会因自身原因而崩溃。玛利亚，我们现在或稍后可以讨论，但这让我对冲突结束后油价会远低于冲突开始时，或年初时，或2020年、2025年任何时候的水平感到非常乐观。是的，所以换句话说，市场上石油增多就是简单的供需关系。您认为这会帮助降低油价？阿联酋不再需要遵守欧佩克的配额，他们会向市场投放更多石油，这会增加市场上的石油供应，从而使价格降低。您认为油价会在中期选举前走低吗？我认为油价，你知道，我们可以在期货市场看到3个月、6个月、9个月后的油价已经走低了。但是马利亚海湾地区仍有数百艘油轮等待出港。美国只封锁伊朗的船只，我们拭目以待。如果看到更多这些船只出港，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你知道，伊朗人，这让我想起他们有点像这里的笨警察。这让我想起伊拉克战争时的巴格达鲍勃，当时那个人在胡说八道，而坦克就在他身后开来开去。你知道伊朗人就是这样，他们没有对海峡收费。我们认为他们收取的通行费还不到130万美元，这与他们以前的每日石油收入相比，简直是9牛1毛。而且你知道，他们的石油基础设施开始出现问题，它一直没有得到维护。这又是由于我们对他们长达数十年的制裁，他们的储油设施正在迅速装满。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开始关闭油井。我们认为这可能在下周发生。哇，部长，我们来谈谈美国经济吧，因为这些数字非常惊人。看看美国目前的背景情况，你会觉得100美元的油价会吓到大家，但实际上股市却上涨了2位数，而且经济还在持续增长。甚至即将卸任的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也在本周的会议上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部长，请看他是怎么说的。我想说，这实际上是相当有韧性的，因为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如果我能这样修正的话，是的，你知道，我们整个经济的增长确实非常稳健，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消费者支出保持得相当不错，最新的数据也很好。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全美国对数据中心似乎永无止境的需求，所以大量的商业投资都投入到数据中心的建设中，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甚至更高。部长为我们评估了经济形势，您认为这种韧性归因于什么？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川普总统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实施并延续到第二个任期的许多政策。那项宏伟的法案，也就是工薪家庭减税法案，一直都非常非常积极。我周五和总统在一起，他们在佛罗里达的 Villages 退休社区里和我们优秀的退休人员谈论了社会保障、免税、加班费免税、小费免税，以及美国制造汽车的抵扣。玛利亚，在这个报税季，有45%的申报者，至少利用了其中一项计划，所以我们有了创纪录的退税。而且由于美国国税局的现代化，如果您通过电子方式申报，我们能够在21天内将您的退税发出，所以消费者非常强劲。税收法案的另一个方面是全面费用化政策的永久性，所以公司无论是设备还是厂房结构，都可以在1年内将其冲销。所以我们看到了资本支出的大幅增长。资本支出大幅增长的方式是你先有一个建筑业的繁荣，然后这会转化为工厂的工作岗位。所以这非常强劲，而且消费者再次非常强劲。我们与银行和信用卡公司保持着持续的联系，他们说所有5个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都非常强劲。那真是太棒了！当然，凯文·沃什即将上任，我们预计凯文·沃什将在参议院休会回来后，于5月11日那一周获得全体参议院的确认。
您认为一旦杰伊·鲍威尔的任期在5月15日结束，凯文·沃什会成为美联储主席吗？在您看来，杰伊·鲍威尔继续留在理事会担任理事，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对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非常乐观，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因为玛利亚，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如果我们想想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想想货币政策、道德规范和监管，他们表现得并不好。货币政策方面，我们经历了48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道德规范方面，我们有5位理事或地区银行行长因为道德问题不得不辞职。然后我们经历了美国历史上4次最大银行倒闭事件中的3次。所以我期待着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上任。你知道鲍威尔主席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留任理事，我认为这违反了所有规范。你知道他们会说另一位理事确实留任了，那是应总统的要求。总统并没有要求鲍威尔主席留任。我乐观地认为过一段时间后他可能会离开。我认为这会不恰当地盖过新任主席的风头。你知道我不会称之为影子主席，我会称之为被盖过风头的主席。你知道我希望鲍威尔主席能在短期内离开。部长，请您谈谈精神航空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民主党人1年前不希望精神航空与捷兰航空合并，而现在我们看到精神航空停止运营了。财政部本应达成一项协议来拯救这家公司。您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吗？好的，玛利亚。所以你知道的，这只是我们从拜登政府那里继承来的又一个烂摊子。在2020年、2022年9月，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她特别喜欢写信，她给司法部、劳工部和交通部都发了信，说他们应该反对与精神航空的合并。捷兰航空当时想以38亿美元收购他们。这本可以让他们拥有更强的韧性，而他还有你知道的交通部长皮特·布迪吉格，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交通部长。当他上任的时候，他们也反对这次合并。如果捷兰航空和精神航空合并了，我们昨天就不会失去所有这些工作岗位。我们有30个机场，30个区域性机场失去了服务。我可以告诉你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不是财政部的问题，是商务部试图促成一些事情。但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拜登政府反对这次合并，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走到这一步。我知道伊丽莎白·沃伦在推特上抱怨这件事儿，而且你知道的，你在处理美国的资产负债表方面非常聪明，通过持有你认为对国家安全很重要的某些公司的股份，其中之一就是英特尔。我看到英特尔在上一季度的财报中表现非常好，而且股价也做出了反应。我们对英特尔有什么期待呢？再说一次，你知道的，英特尔在拜登政府时期，芯片法案本应帮助创建国家冠军企业，而川普总统给本届政府的指示之一，就是确保我们在经济上是安全的。我们正在努力让关键产业回归，无论是半导体、关键矿产、我们的制药供应链，还是钢铁。而且你知道的，对于英特尔来说，英特尔是我们在半导体领域的国家冠军。几个月前，在川普总统的指示下，政府持有了一部分股份。我当时就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告诉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他想要10%的股份。首席执行官同意了，美国政府从中赚了300亿到400亿美元，但没有人愿意把这份功劳归给总统。而且你知道的，他每天都在为美国人民工作。所以玛利亚，我们不仅拥有了更多的国家安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也更具韧性。部长，这些问题，供应链问题，毫无疑问将是总统即将于5月14日和15日在中国与习近平会晤的讨论议题之一。如果我们仍然与伊朗处于战争状态，总统会重新安排那次会晤吗？据我所知，他不会重新安排。
我在与中方会晤时一直提及中国与伊朗的关系。玛利亚，你看，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川普总统让世界变得更安全。他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们必须交出他们的核、他们的浓缩铀。他摧毁了他们的空军，摧毁了他们的海军，摧毁了他们的工厂。但他们是最大的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势力。中国一直通过购买他们的能源来资助他们。我们一直在鼓励他们不要这样做。那是一个持续讨论的话题。您认为中国会从美国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吗？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咽喉要道，而美国现在的能源出口量创下了纪录。多亏了川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和现在第二任期的政策，美国是一个能源超级大国。而且你知道的，唯一限制我们的是出口设施。这些设施在拜登政府时期再次被叫停了。随着我们建造更多的液化天然气设施，我们将能够向全世界供应安全的美国能源。我认为每个人都会希望稍微摆脱对海湾地区的依赖，实现多元化，然后委内瑞拉的产量每天都在增加，所以会有替代供应的。但是你知道的，玛利亚，美国是这里的大赢家。是的，部长，在您离开之前，关于人工智能，最后再说几句。因为我知道您召集了一次会议，有些人说那是一次紧急会议，讨论银行以及在 Anthropic 发生数据泄露之后的人工智能问题。您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情况吗？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吗？我们应该担心人工智能入侵我们的银行账户吗？玛利亚，你们应该担心，美国政府已经介入了。人工智能公司正在与我们合作。在过去的1个月里，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的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我们也会在其他人工智能公司那里看到同样的情况。玛利亚，美国在这里保持领先地位非常重要。想象一下，如果中国或一些非国家行为者领先于我们，所以我们决心要做的是与我们的人工智能公司合作，让他们继续创新。但美国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安全。创新与安全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权衡。美国政府将确保事情保持安全。鲍威尔主席和我召集了银行高管们来开会，这比当时看起来的要不那么戏剧化，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在华盛顿特区了，所以我们让他们亲自到场，而不是在本周晚些时候召开电话会议。而且银行正在努力提高他们的韧性。美国政府正在与所有人并肩合作，再次强调，美国在这里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制定全球标准，并保持我们的领先地位，非常重要。当然，部长，很高兴能请到您，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讨论这些问题，谢谢您。